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今天比特币市场市值排名前100的币种全面出现反弹行情，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比特币再次接近6万美金附近，但这个位置上5日均线和10日均线已经跌破144、169和200日均线之后，事实上比特币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并且呢，这个下跌趋势是周线级别的下跌。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就看到了周线级别上比特币有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上周的行情分析就给出来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走出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所以呢，在本周行情当中啊，那上周是下跌完成了唐僧阴线，那本周行情就出现了如我们所愿的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在4小时级别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第一轮反弹宣告失败。那么第一轮反弹过程当中，走出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之后，走下跌趋势，走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对称性涨跌发生之后，再次发生对称性的上涨，同时我们在行情当中看到了连续2日的上攻，上攻之后呢，接近了6万美金，但是这个位置仍然存在非常多的压力。首先呢，6万美金整数关口附近存在整数级别的压力，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6万美金附近也存在由上轮行情震荡过程当中形成波谷连线，在6万1000美金附近到6万美金附近构成的压力位。因此呢，对于本轮行情反弹不是反转，仍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下跌趋势。那么这轮下跌趋势走到什么时间点是尽头呢？我认为起码要到7月中旬，也就是7月15到7月20日左右。同时呢，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比特币市场在日线级别出现了一波急跌，急跌之后呢，我认为急跌之后会出现缓跌，缓跌形成下跌收敛三角形，然后在接近近焦点的区域上发动反弹，发动反攻，出现了反转行情。那么就这一观点呢，我们可以回看21年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21年的6万9000美金附近到达之后，出现了55%的下挫，直接跌到了2万9000美金。那么行情下跌过程当中就走了一轮急跌，急跌的最低点呢，我们看到是3万美金附近。3万美金开始反弹，形成震荡，并且在震荡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缓跌结构，在缓跌结构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反弹，并且在21年的10月份逐渐到达高点，高点的位置呢是在11月10日。11月10日高点6万9000美金出现之后，随即发生弧形下跌过程，然后最终呢跌破了弧形的底部，然后继续下探，直到在23年我们看到了低点15476，然后对于比特币来说重启了牛市，我们在这轮行情当中看到了4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最终呢建立了高点73777美金。那么时间结构类似的情况是我们看到今年的高点是在3月初，3月14日走出73777美金之后，行情始终围绕71000美金做震荡，然后最终呢跌了下来。跌来之后呢，我们首先看到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这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全击破了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所以呢，悟空阳线被杀死之后，行情由多头行情发展成下跌趋势。那么在下跌趋势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急跌过程，但是缓跌过程没有完全走完，直到我们能看到缓跌过程当中形成下跌收敛三角，或者是横盘震荡的收敛三角形之后，我们才能够判断底部这轮行情牛市牛回头之后的一个底部空间黄金位最终走完。那么当前时间点，我们看到5日均线、10日均线仍然在下穿144、169。虽然蓝色线这里的5日均线有回头的迹象，但是它仅仅是反弹，仍然不构成反转。
我认为这轮行情比特币有概率回到47000美金，因为这个47000美金是由前面行情当中23年12月份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筹码密集区和支撑位，跌到这个位置才是相对的一个安全位。同时呢，如果出现这样的下跌的话，比特币可能会走出2轮次的周线级别下跌稀有，最终呢逐渐寻找底部。那么当前行情虽然接近了6万美金，但是6万美金刚好是前面行情当中波谷连线构成的压力位，因此呢反弹不构成反转，比特币仍然存在继续下探的可能性。然后在下跌反弹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几个热点币种，首先是 NOT 领先于比特币出现了反弹行情，出现了连续多日的上涨，然后是 SATS、PEP，我们可以看到本轮行情在反弹过程当中，领涨币种仍然是某板块当中的热点币种，证明市场热点仍然处于一个稀缺的状态。同时呢，这轮行情我们认为 SOL 是本轮牛市的盘演。那么 SOL 在这轮走势当中，我们在4小时级别或者是日线级别都可以观察到它的下跌收敛三角形。在这个下跌收敛三角形过程当中，可以看到绿色线1690均线构成了压力位。前面行情分析当中我就给出了1690均线或者是4小时级别的200日均线在150美金附近构成压力，并且呢这个压力位是不断下移的，因此呢在当前时间点我们看到短暂突破压力位附近144美金之后出现了回落行情。总而言之呢，对于 SOL 这种领涨币种来说，我们认为它会逐渐接近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区域。这个区域呢，大概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之后接近这个近焦点附近之后，才容易发生变盘。所以呢，耐心等待盘眼出现动作之后，出现标志性的阳线之后。出现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标志性的悟空阳线之后，再度寻找进场机会也来得及。那么当前行情虽然有一定的反弹，但不构成反转趋势，大家对于山寨币也是需要更多的耐心等待。那就在昨天我提到了 BNB 是强势于比特币的，它的强势的原因是我们看到 BNB 在日线级别上在200日均线附近支撑得住了。但是我们回看比特币的走势，比特币并没有在200日均线支撑住，它跌破了200日均线，因此呢 BNB 相对于比特币的交易对是强势的， BNB 和 USDT 的这个交易对也比较强势。同时呢7月14日是币安平台7周年店庆，所以呢我认为 BNB 在这轮反弹过程当中有可能到达558美金144日均线附近才开始发生回落。那这个位置除了是144日均线附近，也是前面行情当中箱体震荡过程当中箱体底边线位置连过来之后形成的压力位。因此呢目前反弹过程可以关注 BNB， 关注 SOL 这种强势币种，也可以关注一些目前仍处在热门热搜板块当中的 NOT、SATS、PEP 这种某板块的重点的山寨。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群，订阅我这本《K 线西欧战法》一书。感谢大家，再见。